泰柬边境的火药桶又炸了，特朗普的面子在中南半岛上被撕了个粉碎。原本柬埔寨与泰国这对老冤家在老特头的见证下签了停火协议，结果还没2个月，泰柬就又开掐了，连 F-16战斗机都用上了。双方各执一词，都认为对方有错在先，尤其是泰国这边行动强硬又果决，又是派坦克突袭赌场，又是轰炸电诈园区。军事目标很简单，就是要重创打垮柬埔寨的军事能力，确保对方在未来多年内不会构成威胁。显然，泰国这次是铁了心要和柬埔寨干一架。那面对泰军的猛烈攻势，家底更薄的柬埔寨能扛住吗？目前来看，恐怕很难。正处于2代接班关键时期的洪森家族，估计最近又要睡不好了。不知道洪森父子对当初出卖他姓之女，把对柬外交政策更为温和的裴通坦赶下台，有没有过一丝后悔？那么，此番泰柬冲突究竟为哪般？领土争议真的是核心吗？翻开这2个国家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这2家的仇那是真的大。先把时间倒回到1000年前，公元9世纪到15世纪，东南亚大陆上有一个超级帝国，叫做高棉王国，也就是柬埔寨人的祖先建立的王朝。这个帝国有多强呢？说几个数据你就明白了。巅峰时期的高棉帝国领土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比今天的柬埔寨大了5-6倍。它的首都是吴哥城，人口更是超过10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那个年代的巴黎才多少人？不到3万，伦敦呢也就2-3万人，而吴哥城的人口是他们的几十倍。在那个时代，高棉帝国是东南亚当之无愧的霸主，其势力范围包括今天的柬埔寨、泰国大部分、老挝以及越南南部。但是盛极必衰，这个道理放在任何帝国身上都适用。13世纪开始，高棉帝国陷入内乱，王室成员为了争夺王位打得不可开交，国力急剧衰落。与此同时，一个新势力在北方迅速崛起，那就是泰族人。公元1253年，蒙古灭了大理国之后，大量的泰族人被迫南迁，来到了今天泰国和老挝的地盘上。这些人打仗厉害，繁殖能力也厉害，没过多久就建立了好几个王国。1238年，泰族人建立了素可泰王朝，这是泰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王朝。而从这一刻开始，泰族人就成了高棉帝国的心腹大患。14世纪中期，泰族人建立了暹罗王国，也就是历史上的大成王朝。这个王国比素可泰更强大，也更有野心。他们把目光瞄准已经虚弱不堪的高棉帝国，开始了长达几百年的蚕食。1353年，暹罗军队第一次攻入吴哥城，高棉人拼死抵抗，最终将其赶了出去。但这只是噩梦的开始。1394年，暹罗军队再次入侵。1431年，暹罗军队第3次攻陷吴哥城。这一次，暹罗军队不再是简单的抢劫了，而是彻底的洗劫。他们把吴哥城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搬走了，包括金银财宝、佛像法器，甚至连工匠、武者、学者都被掳走了。高棉王室被迫放弃了经营了600年的吴哥城，迁都到了金边附近。这次迁都也标志着高棉帝国的彻底衰落。从此以后，曾经称霸东南亚的高棉帝国沦落成了一个任人宰割的小国，而那座偌大恢宏的吴哥城则被热带雨林慢慢吞噬，直到19世纪才被欧洲人重新发现。你以为就完了？不，这只是开始。从16世纪到18世纪，暹罗对柬埔寨的入侵就没停过。柬埔寨的王室为了活命，不得不向其称臣纳贡，每年送上大量的金银大象。但最让柬埔寨人痛心的，不止财富的损失，还有文化的流失。今天你去曼谷的大皇宫会发现，那些金碧辉煌的建筑和柬埔寨的寺庙风格非常相似，这不是巧合，而是赤裸裸的文化剽窃。更过分的是，后来的泰国还把这些文化占为己有，对外宣称是泰国的原创。这就好比你辛辛苦苦写了一篇论文，结果被同学抄了去，还署上了他自己的名字，柬埔寨人能不恨吗？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柬埔寨的处境更加悲惨，东边的越南也开始打柬埔寨的主意。柬埔寨夹在泰越中间，成了2个强邻争夺的肥肉。最惨的时候，柬埔寨的领土被瓜分的只剩下金边周围一小块地方，整个国家随时可能从地图上消失。你可能会问，柬埔寨就这么弱吗？就不能反抗一下？说实话，他们试过，但没用。柬埔寨的问题在于，高棉帝国衰落之后，国家内部就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各地的贵族都想当土皇帝。每次泰国或越南打过来，柬埔寨内部总有人想借着外力来打击政敌，结果就是外敌打进来的时候，柬埔寨人自己还在内斗。这种烂摊子一直持续到了1863年，那一年法国人来了。法国对东南亚早就垂涎3尺，他们先是控制了越南，然后把目光投向了柬埔寨。当时的柬埔寨国王诺罗敦一看法国人来了，这是个好机会呀，与其被泰国和越南瓜分，不如请法国人来当保护伞。于是柬埔寨成了法国的保护国。法国人赶走了泰国人和越南人，划定了新的边界线，柬埔寨总算是喘了口气，不用担心随时被灭国了。但问题在于，这条边界线并没有解决泰柬之间的矛盾，反而埋下了更大的隐患。这就要说到博威夏寺了。博威夏寺是一座建于9世纪到12世纪的印度教寺庙，坐落在扁担山脉的一处悬崖上。
这座寺庙是高棉帝国时期建造的，历史价值极高，建筑风格和吴哥窟一脉相承。问题在于，这座寺庙刚好建在泰国和柬埔寨的现代边界上。1904年，法国以军事威胁，迫使当时的暹罗签订了一份殖民条约，将博威夏寺这座寺庙划归泰国。结果3年后，法国这帮老殖民者绘制地图时又故意把博威夏寺划入了柬埔寨。泰国人当时没太在意，毕竟那时候的泰国正忙着应付列强的压力，顾不上一座破庙。边界条约签了又签，也没仔细核对，直到20多年后，泰国才回过味来，并开始了漫长的扯皮，占据了博威夏寺周围的区域，并声称寺庙属于泰国。柬埔寨当然不干，两边争来争去，最后闹上了国际法院。1962年，海牙国际法庭做出了裁决，博威夏寺属于柬埔寨。理由是，虽然法国的地图确实有问题，但泰国当年接受了这份地图，还几十年都没提出异议。现在说地图画错了，太晚了，过了诉讼时效了。这个判决让泰国气炸了，在他们看来，这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法国画错了地图，凭什么让泰国买单？更让他们觉得窝火的是，博威夏寺虽然判给了柬埔寨，但通往寺庙的唯一道路却在泰国境内，也就是说，柬埔寨人要去博威夏寺必须从泰国那边走。这种尴尬的局面为日后的冲突埋下了伏笔。此后，双方围绕博威夏寺的争端并没有结束，两国军队在边境线上对峙，时不时就擦枪走火。2008年，柬埔寨申请将博威夏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泰国一听就炸了，你把寺庙列入遗产，不等于是永久性确认了主权归属吗？于是泰国开始在边境增兵，柬埔寨也不示弱，双方剑拔弩张。2008年到2011年，两国军队在博威夏寺周围爆发了多次武装冲突。可冲突的结果是什么呢？2013年，国际法院再次作出裁决，确认博威夏寺周围的争议区域属于柬埔寨，泰国又输了一次。你可能觉得两场官司都打输了，泰国应该认命了吧？并没有，泰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从来没有消退过。每次选举的时候，博威夏寺都会被拿出来炒作一番，政客们只要喊几句夺回博威夏，就能收割一大波选票。除了领土争端，泰柬之间还有另一个火药桶——他信家族。他信是泰国前总理，2006年被军方政变推翻后流亡海外。这哥们在泰国国内争议极大，有人爱他爱得要死，有人恨他恨得要死。后来他流亡到柬埔寨后，被洪森封为座上宾。2009年，洪森甚至任命他信为柬埔寨政府的经济顾问。洪森为什么要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他和他信的私交不错，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恶心一下泰国。柬埔寨在历史上受够了泰国的欺负，现在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让泰国难堪，洪森当然不会放过。这件事也让泰国彻底认清了一个事实：柬埔寨对泰国的恨已经深入骨髓，根本不可能通过外交手段化解。回过头来看，泰柬之间的矛盾表面上是领土争端，本质是历史上的积怨。对于柬埔寨来说，泰国是毁灭高棉帝国的宿敌，是几百年来欺压柬埔寨的霸主，是掠夺柬埔寨文化的小偷。而对于泰国来说，柬埔寨是一个失败者，是一个跪着活了几百年的附庸国。因此，泰国打心眼里看不起柬埔寨，觉得你们凭什么跟我平起平坐？博威夏寺明明应该是我们的，凭什么被你们抢走？这种相互的蔑视和仇恨已经超越了具体的利益争端。就在不久前，人们还寄希望于外交斡旋能带来和平，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和平协议上。但转眼间，泰柬边境的炮火声就击碎了所有的幻想。只要两国的历史积怨不能化解，只要领土和文化的争端还悬而未决，有人说大家都是佛教国家，都讲究与人为善，应该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但问题是，佛祖教导众生要放下仇恨，可当仇恨已经成为民族认同的一部分时，谁有资格说放下？600年前，泰国人的铁蹄踏碎了吴哥的辉煌。600年后的今天，两国的士兵不再只是对峙，而是再次把枪口喷出了火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有些东西似乎永远都停在了原地。让俄罗斯最骄傲和最后悔的事儿，莫过于教好了中国这个学生。歼 15T 从福建舰成功弹射起飞的画面，在被央视纪录片攻坚曝光后，俄罗斯媒体 Toppower 评论道：20年前的中国还一无所有，如今的中国已拥有一切。中国歼 15T 起飞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一段不为人知的辛酸？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反超俄罗斯，成为了今天不亚于美国的海工大国？如果让时光倒回20年，你还能想起那个对苏联老大哥顶礼膜拜的中国吗？那时候的中国，看到苏33舰载机就像看到了天神下凡，哪怕是二手货也要当宝贝供着。库兹涅佐夫号航母一出海，整个世界都要侧目，中国更是羡慕的不行。那个时候，中国海军还在为拥有一艘像样的驱逐舰而兴奋，航母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可是中国人骨子里就有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深知靠别人施舍永远成不了气候。不信看看印度就明白了。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印度就抱着苏联的大腿不放，买了一代又一代的苏式装备。
到今天，印度还在那儿死皮赖脸地等着俄国人帮他们完成维克兰特号航母的最后调试。自己的航母建了几十年，还是个半成品。更可悲的是，印度的舰载机项目更是一塌糊涂，从米格 29K 到所谓的光辉舰载型，哪一个不是问题一大堆？米格 29K 航程短的可怜，载重小的要命，印度飞行员都不敢满载起飞。这就是只会买，不会自己造的下场。中国可不想步印度后尘，中国的觉醒是从1995年台海危机开始的。当美军2个航母战斗群堵在台湾海峡，中国却只能干瞪眼的时候，所有中国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陆军为王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强大的海军就没有国家安全。从那一刻起，中国就下定决心要拥有自己的航母编队。1998年，在黑海造船厂锈蚀了10年的瓦良格号航母被中国以近乎废钢铁的价格买了下来。当辽宁舰从废铁堆里重新站起来，山东舰自主建造下水的时候，中国就明白了一个更深层的道理：航母有了，舰载机还得靠自己。苏33虽然性能不错，但当时俄罗斯根本不肯卖给中国。2005年，中国曾经想从俄国购买苏33，结果人家狮子大开口，不仅要价高的离谱，还提出了各种苛刻条件，甚至不允许中国对飞机进行任何改装。没办法，只能自力更生。可是当时的国际舆论是什么样子？就连俄罗斯人都摇头摆手，说中国这是在白日做梦。西方媒体更是幸灾乐祸，断言中国的舰载机项目注定要走向失败。那时候的俄国人有多自信？他们觉得中国永远只能跟在自己后面吃土，永远只能买他们的二手装备。苏33虽然总产量不到30架就停产了，库兹涅佐夫号虽然问题不断，但俄国人底气十足，毕竟是世界上除了美国之外唯一拥有重型舰载机的国家。谁能想到这份傲慢很快就要被现实狠狠打脸？更让俄国人想不到的是，中国不仅要造出自己的舰载机，还要造出比苏33更先进的舰载机。当福建舰的建造计划曝光，当电磁弹射技术的消息传出，全世界都明白了一个事实：中国要造弹射型舰载机，歼 15T 项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可是歼 15T 项目刚一启动，质疑声就铺天盖地而来。俄国红星报军事记者维克托·利托夫金公开表示，电磁弹射技术过于复杂，连美国都搞得焦头烂额，中国根本不可能成功。可是俄罗斯显然低估了中国人的决心和毅力。从2015年开始，歼 15T 项目全面加速，中国航空工业的精英们夜以继日的攻关，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这种拼搏精神，这种创新能力，是那些坐在办公室里指手画脚的外国专家永远理解不了的。当歼 15T 的原型机在2018年首次试飞成功的时候，当它时隔7年在央视纪录片中以电磁弹射的样貌公之于世的时候，那些曾经看衰中国的声音瞬间消失了，曾经不看好中国的俄罗斯沉默了，西方更是哑口无言。为什么中国的歼 15T 能够成功？中国的海空力量能反超俄罗斯，比肩美国？或许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人身上那股你越说我不行，我越要证明给你看的不服输精神。无论是福建舰还是歼 15T， 二者的研发过程充满了争议和质疑。但中国没有因为外界的唱衰就放弃自己的梦想，相反，每一声质疑都化作了前进的动力，每一次否定都激发了更大的斗志。2023年5月，当福建舰捷兰起航进行首次海试的时候，全世界都看到了什么叫中国速度。福建舰的成功意味着中国一步跨越了蒸汽弹射这个中间阶段，直接进入了电磁弹射时代。这些技术突破的背后是中国工业体系的全面升级，从特种钢材到精密加工，从电力电子到控制算法，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中国制造的最高水平。歼 15T 在电磁弹射的加持下，性能更是实现了质的飞跃。如今的歼 15T 在电磁弹射的助力下，完全可以满油满弹起飞，不再需要在燃油和武器之间做艰难的选择。反观俄罗斯，这些年在干什么？库兹涅佐夫号从2017年开始维修，到现在2025年了，竟然还没修好，到今年年中甚至彻底摆烂，宣布不修了。这艘航母最终的命运，要么出售给第三国，要么直接报废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就是俄国经济的持续衰退和技术创新能力的严重不足。
库兹涅佐夫号的维修预算从最初的300亿卢布飙升到现在的650亿卢布，相当于俄国海军年度预算的一半，而且维修进度一拖再拖，原定2020年完成的工程到现在连一半都没完成。更要命的是2018年10月那次维修事故 PD-50 浮船坞突然沉没，70吨重的塔吊砸在航母甲板上造成的损伤至今无法完全修复，这就是技术基础薄弱的后果。苏联解体后，俄国的造船工业急剧萎缩，大量技术人才流失海外，生产设备老化严重。现在的俄国连维修一艘航母都力不从心，更别说建造新航母了。更让俄国人难堪的是，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苏-13舰载机也彻底落伍了，总产量不到30架，服役状态的不超过20架，而且故障率奇高，出动率不到 60%。黑海舰队的覆灭更是俄国海军衰落的典型写照。在乌克兰冲突中，俄国损失了包括莫斯科号巡洋舰在内的10几艘主力舰艇，黑海舰队几乎名存实亡。太平洋舰队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除了几艘核潜艇还能勉强维持威慑外，水面舰艇力量已经严重萎缩，这就是差距。当中国的3艘航母编队驰骋在太平洋上的时候，俄国却要面对成为联合国5常中唯一没有现役航母的尴尬现实。话说回来，虽然现在中国的海空力量确实已经全面超越了俄国，但咱们中国人从来不是那种得势便猖狂的民族，我们知道恩情，更懂得感恩。没有当年苏联老大哥的技术支持，哪有今天中国航母的辉煌？没有俄国在关键时刻的坚定支持，哪有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这种感恩不是嘴上说说的，而是体现在实际行动中的。2025年8月，当中俄两国海军在弗拉迪沃斯托克附近海域举行联合军演的时候，全世界都看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友谊。有人问，中国现在这么强了，为什么还要和俄国搞联合演习？这就是格局问题。中国的强大不是为了压倒谁，而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俄国虽然在航母建设上遇到了困难，但人家在核潜艇、战略导弹、防空系统等领域依然实力雄厚。更重要的是，俄国在关键时刻总是站在中国这边的。当美国对中国极限施压的时候，俄国也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坚定支持中国。在涉台、涉疆、涉港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俄国始终与中国保持一致立场。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俄国多次与中国联手，否决了西方提出的反华提案。在各种国际场合，俄国领导人都明确表示支持中国的合理主张。这种友谊经过了时间的检验，经过了风雨的洗礼，比钢铁还要坚硬。有网友开玩笑说，现在应该是中国去帮俄国修航母了。这话虽然是戏言，但也反映出一个现实：时代变了，但友谊没变。如果俄国真的需要，中国绝对不会吝啬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俄国人看到歼 15T 的时候，内心确实复杂，有羡慕，有失落，有不甘，但更多的是欣慰和自豪，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成功有他们的一份贡献，中国的强大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更有底气。这就是真正的友谊，不是建立在实力相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未来的路还很长，中俄两国还会面临更多挑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这种友谊存在，只要这种合作继续，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法阻挡两国的发展进步。判断一个世界强国的标准是什么？ GDP 还是军费开支？最重要的还是看一个国家的武力覆盖面。今年93大阅兵上，中国压轴出场的东风61和东风5C，无疑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的全球打击能力无与伦比。只要中国愿意，中国的力量就可以投射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那么东风61和东风5C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和其他国家的现役导弹有什么不同？这两款新型武器又将怎样改写今天的世界格局？什么叫真正的世界强国？不是你的经济总量有多大，也不是你花了多少钱买武器，而是你的武装力量能打到多远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炮永远是丈量国土面积的最好工具。一个国家的打击覆盖面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隐性边疆，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真正上限。回想我们的历史，汉朝为什么能称霸？敢说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就是因为当时的汉军拥有全球最顶尖的骑兵部队。这就是古代的远程打击能力。可惜的是，随着近代中国的衰落，我们逐渐失去了这种超远程的打击能力。清朝统治者的短视和保守
让中国彻底错过了大航海时代。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开拓海外殖民地的时候，中国还在闭关锁国，结果就是即便清朝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着世界 GDP 第一的高位，但面对英国等西方列强时也只能挨打。二战结束后，决定全球打击能力的主角从舰队变成了导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什么能称霸世界近1个世纪，就是因为他们拥有全球最多的洲际导弹，这些导弹的射程都超过1万公里，能够在30分钟内摧毁地球上任何一个目标。即便是苏联解体了，俄罗斯衰落了，普京依然敢在国际场合放话，俄罗斯的土地没有边界。普京凭什么这么狂？就是因为俄罗斯继承了苏联时期的导弹武装力量。现在的俄罗斯虽然经济不振，但仍然拥有超过6000枚核弹头，其中4000多枚是实战部署状态。俄罗斯的白杨 M、亚尔斯等洲际导弹依然让世界忌惮3分。而现在，随着东风61和东风5C 在93阅兵式上的亮相，中国也可以向世界骄傲地宣布，这2款武器正在让中国重新回到强悍盛唐的位置。从今往后，泛中华者虽远必诛，再也不是说说而已的口号，而是我们敢于亮剑的底气。想想看，一个拥有全球打击能力的中国意味着什么？任何想要欺负中国的国家都要掂量掂量自己能不能承受得起中国的怒火。这就是实力带来的尊严，这就是强国应有的底气。那么东风61和东风5C 这2款导弹到底有多强？最让人震撼的就是它们的全球打击覆盖能力。虽然具体的射程数据属于军事机密，但从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出，新华社敢说他们打击范围覆盖全球，绝对不是虚张声势。先说东风5C，这可是我们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家族的最新成员。东风5系列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服役，经过40多年的不断改进，已经成为中国战略核力量的中流砥柱。但东风5C 相比过去的东风5、东风5B，最大的突破就是具备了安步化能力。什么叫安步化？简单说就是燃料可以直接装载在导弹里，实现连续7天24小时的战备值班。过去的液体燃料导弹有个致命弱点，燃料有腐蚀性，不能长期储存在导弹里，只能在接到命令后临时加注。这个过程需要好几个小时，在现代战争中简直就是致命的延误。而东风5C 的安步化技术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导弹的燃料被密封在特殊的容器里，可以在导弹内部存放数年而不变质。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东风5C 可以随时处于临战状态，敌人想要搞突然袭击，做梦！我们的导弹随时可以升空反击。据军事专家分析，东风5C 的射程至少达到 1.3 万公里，能够携带3到10个分导式核弹头，每枚核弹头的当量在100万到300万吨 TNT 之间。想象一下，一枚导弹就能同时摧毁敌方10个重要目标，而且这些目标可以分布在数百公里的范围内。这样的打击效果足以让任何敌人胆寒。更要命的是，东风5C 还具备了变轨能力。什么意思？就是导弹在飞行过程中可以改变轨道，让敌方的反导系统无法预测弹头的最终落点。你以为他要打纽约，结果他半路拐弯去了华盛顿；你以为他要打华盛顿，结果他最后砸向了五角大楼。这样的神龙摆尾，任何反导系统都招架不住。而东风61与东风5C 的战略定位截然不同。东风61采用的是固体燃料，更侧重的是导弹打击的机动性和反击能力。相比液体燃料导弹，固体燃料导弹的最大优势就是机动性强。它可以用导弹发射车载着到处跑，可以从导弹发射井发射，可以从列车发射，甚至可以在公路上直接发射，真正做到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美国人最怕什么？就怕东风61的机动发射能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枚导弹会从哪里发射出来，可能是西部的深山里，可能是东北的密林中，可能是内蒙古的草原上，甚至可能就在你卫星刚刚扫描过的地方。18轮重型卡车载着导弹满世界跑，美国的侦察卫星能盯得过来吗？加上我们的巨浪3潜射洲际导弹，中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海陆空3位一体核打击能力。陆地上有东风61和东风5C 守护，海洋里有核潜艇搭载的巨浪3游弋，天空中还有轰20战略轰炸机，可以发射空基巡航导弹。这样的立体打击网络让中国的核威慑能力真正做到了防不胜防。相比之下，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老化严重，核潜艇数量不足，陆基导弹虽然威力巨大，但机动性有限。而中国的这套3剑客组合不仅技术先进，而且部署灵活，
完全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完善的核威慑体系之一。东风61和东风5C 的出现，让中国完全有资格自豪地宣称，我们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2军事强国，在核威慑能力方面甚至不怕和美国掰手腕。虽然中国的打击覆盖范围已经能够到达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但我们还不能沾沾自喜。与美国相比，我们在常规力量的全球投射能力上确实还有差距。人家有遍布全球的800多个军事基地，我们只有吉布提1个；人家有11个航母战斗群，我们才3个。所以要说中国现在就能改写世界秩序，确实还为时过早。但是要说改写亚太秩序，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东风61和东风5C 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第2岛链以内，任何国家的军队，包括美国在内，只要敢和中国动手，等待他们的就只有一个结果：葬身太平洋。看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吧。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距离中国大陆3000多公里，部署有 B-52 和 B-2 战略轰炸机，号称可以在12小时内抵达亚太任何目标。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是美国第7舰队的司令部所在地，常年停泊着里根号航空母舰。这些基地看起来很威风，实际上在东风61和东风5C 面前，哪一个不是活靶子？网民把东风系列导弹叫关岛快递，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东风61哪怕是从中国内地发射，15分钟就能到达关岛，20分钟就能到达冲绳，25分钟就能到达韩国。更要命的是，东风5C 的射程能够覆盖美国本土。如果美国胆敢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东风5C 可以在30分钟内将华盛顿、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从地图上抹去。这样的核威慑能力让美国人不得不三思而后行。面对中国这样的核打击能力，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们也开始心惊胆战。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后，中国的经济制裁让韩国损失惨重。现在韩国政府对是否继续跟着美国起哄已经开始犹豫，日本更是如坐针毡，整个日本列岛都在中国中程导弹的覆盖范围内，一旦发生冲突，日本将首当其冲承受中国的怒火。这就是为什么这次93阅兵日本不来，韩国也不来，但中国根本不在乎的原因。为什么不在乎？因为我们的打击覆盖面已经决定了这2个国家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只是时间问题。从汉朝的虽远必诛到今天的东风导弹，中华民族的强军梦绵延2000多年从未断绝。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不可阻挡。东风61和东风5C 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正式重回世界强国之林，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选择。